天什么都不用说，来买这支酒，我就在镜头前面把这整支喝完。大家还投不投票给我？我来拍片就是为了要喝好酒啊！我不选这支做 K 小。对，这一支有开过吗？你是学历，你也是学历，笑死人！我也是学历，而且我还是金学历耶，挂一个金字呢，拜托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品酒，我是里奥。我是妮达。咱们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每年 IWSR 就是国际市调中心，它都会针对全球每一个地区哦，是包括台湾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日本、美国，甚至香港，还有中国大陆，每一个区域都会去做市场调查。然后这个市场调查呢，其实就会让酒商成为一个指标性的市场调查。哦，原来我是第几名，原来我是第几名。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，台湾也是一个厉害的地方。台湾每年都接受调查，所以每年都会公布前10大的威士忌酒款。在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公布这10大威士忌酒款，而且它调查的资料是什么呢？是每年的6月到隔年的5月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市调资料是在5月30号截止，2022年。那到底前10大威士忌在市场占有率是占有多少呢？我们就要请谁来说呢？那我请我们的尤拉来进行报告。好，第一名约翰走路30万8千箱，第二名士高利达21万9千箱，第三名舒格登16万9千箱，第四名格兰利威9万3千箱，第五名百富8万3千箱，第六名大摩8万箱，第七名格兰菲迪7万8千箱，第八名三得利6万3千箱，第九名麦卡伦5万4千箱，第10名威雀4万6千箱。哇，太好了，讲完了。那我们的节目也到此为止了。我们今天只是公布这些排名跟数量嘛。那邀请倪大来的用意是？我们就结束了。分析一下。哦，分析是不是？好，是。毕竟里奥社长的频道就是要专业。好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目前这个国际市调资料做这个排名分析，其实每年排名都不一样哦。今年有非常大的变化。第一个变化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的这个进口量并没有衰退，我们的人都没有出国。所以内需市场大家都在家里喝酒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口量跟2016年的进口量是维持一定的水准。台湾人厉不厉害？只有维持一定的水准吗？我以为还有增加。其实没有增加，但是进口额增加啊。你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。量，2016年是这边，2021年、22年是在这边，但是事实上我们的量没有增加，可是进口额却增加了，代表着我们的威士忌越来越贵。所以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问题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所有1000块钱的普饮威士忌酒款，全部都涨到1500块。有发现，对不对？而且还缺货。对，这是第二点，非常厉害的地方。第三点呢，你会发觉一件事，所有的传统，不管是日本、爱尔兰、加拿大，他们所有的国家进口都是成长，但唯独只有一个国家衰退。各位，就是最近来台湾的那位议员裴洛西，就是美国，对不对？美波。对，美波衰退哦，不要再讲美国威士忌了啦，对不对？每天在那边推那个美国威士忌，一直推，它不是衰退。没有。第4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台湾威士忌在我们的市占率已经是第2名了。第1名苏格兰威士忌，它占有大概85%上下。第2名台湾威士忌占有7点多%，所以它已经远远超过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这些传统大国。是因为买不到吗？日本那些买不到太贵，还是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喝我台湾威士忌？觉得你问的又是个专业的问题。我觉得威士忌太贵，所以大家买不起，所以你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买谁的？买台湾威士忌，对不对？倪大说的，因为台湾威士忌太便宜了。不是说它便宜，没有，我觉得台湾威士忌，所以就买便宜的威士忌就好了。台湾威士忌不便宜，这真的是价格迷思。对，那种价格迷思。但是台湾威士忌，然后台湾之光，台湾毕竟噶玛兰跟台湾烟酒的南投威士忌酒厂，它能够在我们的台湾的市占率里面占有7%以上，值得骄傲。再来呢，在2022年当中还有哪一些变化？你有发觉一字排开？你们觉得他们都应该在前10名吗？你们不讲话，他们都应该在前10名。
只不过他们的顺序有变。各位有几匹黑马？你注意看，他们其实在前几年当中，并没有在前10名里面，甚至在很后面。来，第一个格兰利威。什么？格兰利威他在历年来当中，大概就是排在末段班。在今年他冲到了前段班，厉不厉害？高不高手？再来第二个，他隔壁的这位同学，百同学，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进过前10。真的假的？都没有进过前10。百富很多人爱喝哎。我们讲的是前10大品牌，对，还有包括量哦，是用量来看哦。我好惊讶哦。对，他今天冲到了第5名，他是在这5年来一匹黑马、快马跑得很前面。再来，他隔壁的同学大魔大同学，这肯定的嘛，这肯定。他之前都是在10名之外，他在2022年的时候也冲到了第6名的宝座。而且因为我在酒吧其实蛮有感的，像是这2支啊，百富跟大魔，真的是从去年疫情过后，哇塞，大家一直疯狂点到就是我们店里面买不到货，手上也叫不到货那种感觉，点到手软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还有再来呢，各位4、5、6、7，第7名格兰菲迪。格兰菲迪以前也是在末段班，甚至可能在10名之外，他也是在2022年当中冲到很前面来，所以这4支非常非常了不。那到底把谁挤掉了呢？对，好好奇哦。就不要讲了，他就不能讲一下退步第1名是谁？放在我最左手边的2支，他原本都是在前段班啊，但毕竟有人在前，就有人在后。他虽然量往后退，我讲的是量哦，量往后退哦，可是他公司的营业额可能是超过前面所有人。哦，我们这把比的是数量，不是比的是额度。额度迈卡伦排在前面，但是数量它排在后面。听得懂了吧？老师说的你都不听啊，没有笔可以丢，这个。这就是我们今年2022年 IWSR 所公布的市调资料，而且从我们台湾人的角度再看品牌分析目前的现况跟走势，就可以知道你明年到底要喝哪个威士忌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参考。好，那你以为我们这样就玩完了吗？毕竟我们今天是干嘛？第1届威士忌推销大赛，参赛者只有3名，最输的就是第3名而已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最输还有第3名，人人有奖。今天我们会猜拳，猜赢的先选，看你决定从前面10款酒，你要推广哪一支酒。OK。然后呢，推广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会把这个影片放在我们的脸书对里奥社长的粉专。再来，你觉得尼大推广的好，你就给他加1；你觉得尤拉推广的好，就尤拉加1；你觉得我里奥社长推广好，你就写里奥加1。然后呢，我们会从所有的留言当中抽出5个名额，抽奖哦，送你小礼物。对，我们送你精美小礼物。还没抽到过的朋友，机会来了！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赢了，好，我赢啊！你先选。我当然是选最贵的啊。你选这一支对啊，等一下，这个雪莉之王啊！我来拍片就是为了要喝好酒啊！我不选这支我可以小。哎，这一支有开过吗？是哦，它是冷清透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标给拆了。哦，真的哦。水位很高。好，你选这一支可以。来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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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，我赢了。各位，我选哪一支，对不对？都会对不起所有酒商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我还是让他先选啊，因为毕竟来者是客，对不对？我让他先选啊，这是女士优先嘛。谢谢。但是男士抢先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个女士优先，你选。哇，谢谢。选。因为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要带量的游戏，可是我觉得尤拉的策略很棒，还是要自肥，所以我今天就选这一支。毕竟都来录节目了，当然就是要喝喝看啊。好狠哦，他选麦卡伦可可，没有错。哎，你们2个都选这么好推荐，开心。选了一个这么好推荐的酒款，这样可以比得出高下啊。消费者啊，网友就是啊，你都麦卡伦可可了，当然选你啊；你都格兰菲迪雪莉之王，当然选你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挑战性。我决定选一支来跟你拼了。选哪一支？我还以为你要选我先移一下。选哪一支我都心疼，所以我要选的是什么？选开过的，这个都没有开过，新的不选啊，新的，这都是新的。那不只剩下这2支吗？可是这2支我们上一集介绍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选一支我不心疼。士高利达金雪莉，视野越高越要到达，好不好？我就用这一支跟他们2位拼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1届威士忌推销大赛，咱们正式开始。毕竟来者是客，对不对？让你先看看我们怎么玩。
可以吧？好，对不对？让一点给你啦，不要说我们都对你不好，毕竟隔壁棚来的，我们要对他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派我们第一位选手尤拉2分钟推销大赛，计时开始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拉拉酒庄，我是这边的妈妈桑尤拉。那我今天要介绍这支酒呢，格兰菲迪22年雪莉之王。我为什么要推荐它呢？因为它非常厉害，它是在 Oloroso 雪莉桶里面熟成22年，不是换桶，也不是过桶哦，是扎扎实实的等待了22年之后呢，又换到 Pela Colorado 的雪莉桶里面。Pela Colorado 雪莉桶非常的珍贵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喝喝看吧。我跟你讲，尤拉刚刚讲了一个地方非常好，他说在这个 Oloroso 的雪莉桶里面当中熟成了22年，对不对？试问谁会等你22年？没有人，当兵就是兵变，他连等你2个月都不会，等你22年的唯有格兰菲迪雪莉之王。请问这2打1现在是作弊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是我们这一队的，毕竟是我频道的，所以我帮他稍微讲一下。我觉得你刚才那一段真的是直接可以当他们。啊，继续。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柑橘的香气，然后呢，喝喝看，它有一种巧克力牛奶，然后又有那种温暖的红枣味。雪莉桶我最喜欢就是里面有那个红枣味，20年以上，好像才会有那种温暖的感觉。对，就是那种四神汤里面那种枸杞啦、红枣啦。不是不是哦。如果你投票给我，你今天要买这支的话，我会亲自送上门给您，所以请投给我1票哦，谢谢。你说你要买酒，你会亲自送上门是不是？对，怎样？哦，是，对不起，好。我是做服务的。好，是，好，玩这么硬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确定可以上吗？看来尤拉搞错了，这是推销大赛，不是自销大赛。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用说，来买这支酒，我就在镜头前面把这整支喝完。他刚还投不投票给我？好，我们就不用说，给我2分钟，我喝完1支给你。因为他是开玩笑，因为他毕竟喝的那支酒是我的钱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当然可以说我要喝啊。当社长遇上酒鬼尼大被反将一军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第2位选手尼大，他所推荐的酒款就是我们的麦卡伦正式开始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要推的这支酒款呢，就是麦卡伦可可协奏曲。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有个鲑鱼之乱？那你在网络上打麦卡伦可可，就会出现协奏曲之乱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前几年的时候，麦卡伦它不是有那个 Edition 1，然后到6嘛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它这一系列就是升值空间非常高。那新的这个系列可可协奏曲系列，大家一出就想说，哇塞，这个未来涨幅空间不得了。果然没错，我当初第1支竞价的时候，还没破万。第2支就已经快2万了。然后麦卡伦大家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雪莉桶。那他们雪莉桶跟别人雪莉桶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从来不做过桶的这个动作，对啊，它每一桶都是在桶中熟成，然后之后再来做勾兑。那这一支的话呢，它就是由美国橡木桶跟欧洲雪莉桶来做勾兑。来看一看它的蚊香上面，那它在蚊香上面刚开始就会有一些蜂蜜啊，然后还有那种肉桂辛香料的味道。然后喝下去的时候，其实这支我之前大概就喝过，真的觉得就是非常好喝。喝下去刚开始会有一些那个木头的香气，因为我觉得刚开始下去就是木头的香气，其实是蛮少见的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苦的感觉。然后后来出现的会是有可可那种油脂感，跟它那个温润感。那他们那个时候调酒师是建议说，你在喝第2口之前先吃那个巧克力，它会再把它那个油脂感跟巧克力那个微涩度带出来。所以呢，它这个真的是喝起来就很像一个液态可可的感觉。哇，讲的真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没有按铃，2分钟就要结束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在推销这个酒款，你可以讲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客人你好，给我20分钟的时间。我跟你讲，这支酒多好，20分钟天都亮了啦，还他妈20分钟。你店里的客人都会给我20分，他们就看着我。对不起，失礼。我知道你可能真的只需要2分钟。雪莉之王名不虚传，让尤拉嘲讽技能 Max。你给我2分钟，我给你10个月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尼大的推荐的话，对不对？一样在我们的脸书下方留言尼大+1，好不好 ？OK， 再来，这个就困难了，这样。来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3位参赛者小李。小李是我这个，是。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李奥社长，今天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士高利达金雪莉。第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是，麦卡伦可可多少钱？2万。雪莉之王多少钱？7000块。27000块，这么贵，就是你薪水拿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买得下手？当然是买我的士高利达金雪莉，2瓶不
不到1000块钱，不伤荷包。可这好喝吗？当然，我等一下喝给你看就知道了，你不要急好不好？1000元不到，你可以喝掉2瓶，不伤荷包，小资族的最爱。第二个部分，口感部分，你是雪莉。你也是雪莉，笑死人！我也是雪莉，而且我还是金雪莉耶，多一个金字呢，拜托。第3点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单一麦芽，单一麦芽，你肯定要选调和威士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调和威士忌顺口，加冰加水，你到 KTV 唱歌的时候都很好搭配。所以你说我们这2支不顺？这个是单一麦芽威士忌啊，是不是？评审插话。再来，各位，口感这件事情要来验证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不是我说了算了嘛，喝给你看。手不要抖，试试。各位，请投我里奥市场一票，我是真心推荐士高利达金雪莉这一款酒 ，CP 值高，好喝，喝给你看。表情，特写，表情特写。这款酒太棒了吧！这个香气整个爆发在嘴巴里面，这样轰炸，然后整个这个喉咙里面那个舌头一直喷发上来。哇，天哪，我的天，这款酒实在太棒，而且调得太好，而且口感很顺口哇，这款酒不得了，相信我，请投里奥市场一票，因为毕竟精美小礼物是我出的。那个我要给他们2位在30秒的时间做介绍，再做补充，因为毕竟我刚刚本人那个段讲的实在太好，不知道的以为我年底的时候要选里长，所以我给他们30秒时间补充。来吧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尤拉来。这个就是你要选它的理由。22年才5000多块，而且你看它的盒子。怎么样？可以旋转是不是？美爆！这么漂亮的礼盒就可以送给你值得感谢的人，或是你要宠爱自己，都非常的适合。尤拉已经拿出杀手锏了，对，连这个亲自送到府啦，然后礼盒他都讲出来了，这种话他都说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敢听。好，来，妮大，30秒时间开始。我必须得说啦，麦卡伦这个拿出去，喉咙不舒服。下一位。那必须得说呢，麦卡伦这个牌子端出去，大家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。更何况是这种系列制作第1瓶哦。不过必须得说啦，出厂的时候的价格跟现在其实已经涨很多了。然后市面上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限量款产品，我也不知道大家究竟现在还买不买得到。不过嘞，买得到1支，我就建议你赶快收了。待了30秒，好久。但是我觉得啦，如果我今天真的要选一支士高利达，其实刚才还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，就是它除了纯饮之外呢，它拿来做调酒，其实酸甜系列的调酒非常适合，也是另外一种喝法。因为我觉得可能投我了，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买不到了，买不到你就大家店里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哦，店里还有吗？我们店里还有2支啦。我不懂为什么那个一定要买酒呢？对不对？有一种东西叫蹭酒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今天来，我来干嘛？就蹭酒。对啊，倪大就从隔壁棚来蹭酒啊。我就问他说，倪大，你那个有没有时间来拍个片？他就说，那有什么酒可以喝？哦，有什么酒可以喝哦？这样子，我就一字排开。他刚刚讲说，那个麦卡伦介绍完了以后，有格兰菲迪雪莉之王来那个，可以开吗？毕竟客人给他倒上一杯，让他试一下。我要大杯的那一种。雪莉之王，这支我真的没喝过。原来倪大跳票的原因是因为有好酒喝吗？各位，那个倪大跟这个尤拉他们个别补充30秒，但是我需要补充30秒吗？不需要，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了。好好喝哦，它柑橘的味道很明显。对，现在是吗？不理我就对了，是吧？对吧？不会，你很棒。我现在收尾。你觉得这款酒飞迪怎么样？喝了怎么样？我觉得它很有趣，是它刚开始闻香上面会有很多那种中药材的味道，像人参啊，然后红枣的那个香气有在里面。然后可是入口之后反而是蛮活泼的，你不会感觉到它像是真的桶陈那么长时间的酒，像它柑橘味非常鲜明。那既然你这么会介绍格兰菲迪雪莉之王，你刚刚为什么不选它就好？我没喝过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喝到那你来，你喝了这个可可怎么样？2万块1瓶酒好喝。这个要换掉吗？好吧，我们从这一集开始之后，连续3集，我们就先把它冰起来，好不好？倪大先代打。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第1届威士忌推销大赛冠军，由你选择。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下方+1，选择支持你的对象，然后也要不吝在我们的频道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对不对？咱们的里奥社长来一瓶酒。下周见，拜拜，干杯啊，靠啦，靠。
表情特写，快点，表情特写。